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缺乏安全感的你该如何自救？网上有这样一个问题，安全感到底是什么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而在我的一些来访者的心中，安全感就是伴侣对自己有求必应，有问必答，随时陪在自己身边，永远满足自己的需求。可是这种安全感真的能让你安全吗？今天在征得一位来访者小雨的同意后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案例。刚见到小雨的时候，我有一点惊讶，她头发乱糟糟的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没有一点血色，仿佛生了一场大病。小雨年前认识了一位男生，两个人年纪相仿，性格也合得来，很快就确定了情侣关系。一开始两个人相处得很是愉快，可是好景不长，两个人相处逐渐出现了问题。原因就在于小雨特别缺乏安全感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只要男友几个小时没有给自己发消息，或者是回消息慢了一点，甚至在路上没有牵着自己的手，她的内心就会开始不安，觉得对方是不是不关注自己了，或者是不爱自己了，然后便会情绪失控。尽管小雨也知道自己有时候比较任性，她也无数次答应男友会改正，但是总也改不掉。她还是动不动就会胡思乱想，然后再次焦虑烦躁，胡搅蛮缠。男友虽然也烦，但最后还是会在小雨诚恳的道歉当中败下阵来，两个人的感情也就在这种状态当中持续着。直到有一次男友出去应酬，出发之前已经跟他报备过了，中途小雨给他发消息时，他过了几分钟才回，即使他解释了刚才是在敬酒，看不了手机，但是小雨就是觉得有问题，于是接连狂打了10几个电话，要让他开视频，让他证明自己是在吃饭，而不是在干其他事情。男友说实在不方便，身边都是领导。小雨直接情绪崩溃，威胁道：那我过来找你，如果你不让的话，我们就分手吧。没想到男友却表示他已经受够了这样反复的争吵，受够了小雨的胡闹，说分手就分手。这一次小雨慌了，她不知道该如何挽回这段感情，更不知道如果复合成功了，以后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这种行为。于是她找到了我。听完小雨的讲述之后，我能感到她内心的那种自责和纠结。她知道自己不对，也尝试着想要改正，可是她找不到方法。而且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她跟前任也是因为类似的事情分的手。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自己的伴侣，一定有着更加深层次的因素在作祟，所以才导致小雨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于是我先用一些方法稳定小雨的情绪，等到她情绪平稳了，才继续和她对话。我问小雨，其实你是知道自己比较缺乏安全感的，之前也经历过一样的情况，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呢？小雨沉默许久才缓缓开口。原来小时候父母总会因为各种事情发生争吵，情绪激动的时候，两个人会一边互砸东西，一边说要离婚，而且两个人都不要小雨。每次小雨只能害怕且难过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直到初中上了寄宿学校，才远离了这种生活。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小雨的心就变得极其脆弱。她觉得连父母都不喜欢自己，那就更加没有人会爱自己了。所以她才会在恋爱当中想用尽一切办法牢牢抓住对方，让对方听自己的话。只有这样，她才不用担心哪天睡醒了，对方会突然离开自己。听完小雨的讲述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她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，让她觉得身边的人都是不爱自己的。即使真的有人爱她，她还是会觉得不够，觉得爱会突然消失，所以才会展现出极强的控制欲。于是我尝试引导小雨去建立自己的安全感，让她明白其实自己没有那么脆弱。
我对小雨说，你能够在每一次矛盾后主动表示歉意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说明你的心理韧性还是很好的。而且你是觉得对方会离开你，背叛你，根本原因在于你之前的创伤还没有痊愈，所以你一直不相信会有人坚定不移地爱你。在第一次咨询的结尾，我跟小雨说，你认为你缺乏的安全感就是应该对方给，但这其实是你的人生难题，不是他的。我让小雨通过自画像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，在这个过程中也试着找到自己的优点，相信自己可以强大起来，也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。慢慢的，她变得越来越自信，整个人好像重新焕发了生机。后来她也听从了我的建议，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，跟男友开诚布公地聊了一次。结果令人欣慰，男友愿意给小雨一个改变的机会。等到最后一次咨询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满脸笑容的小雨，我发自内心地为她高兴。想起看过的一句话，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儿从来不会害怕树枝断裂，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，而是它自己的翅膀。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是向别人索取而来的，而是源于你自身的强大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那就来找我聊一聊吧。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，